这是一部几乎零差评的神作，一度评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喜欢86的和没看过86的。它就是86不存在的战区，这是个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的世界。圣马格诺利亚共和国为了应对邻国无人机侵略，成功研发出了同类型无人机武器抵抗，国民们继续在85个行政区里安居乐业。然而事实上，在那之外还有一个不存在的86区，所以无人机根本就是一场骗局。他们可以岁月静好的原因是86区的人们在为他们负重前行，军部和政府对此心知肚明，但都默契地将活生生的人命当成真正的无人机。唯独这位新上任的少佐雷娜还难得的保留人性。一大早，雷娜来军部上班，看到的是一群东倒西歪的酒囊饭袋，把拼死守护他们的英雄当乐子嘲讽。雷娜气得想上前教训那些废物，却被好闺蜜阿涅塔拦下。跟这种人说也没有用的。当然，阿涅塔同样不理解雷娜为什么那么尽心尽力，反正战争早晚都会结束的。刚说完，雷娜就接到了互换任务，她立刻前往司令室，坐到自己的专属座位上。作为防卫战队的管制指挥官，当敌人的无人机来袭时，他却要指挥那些有人的无人机进行战斗，告诉他们敌人的具体位置和数量。连接之后，雷娜热情地对对面的战士打招呼，对面却毫不领情，只觉得雷娜是虚情假意。之后，东部战选第一战区的先锋队因为前任指挥官即将退役，雷娜的叔父也就是军部的准将希望他能接手这支精锐部队，毕竟这最年轻的少佐，想必他的父亲也会为他骄傲的。其实准将日日的头疼这支部队，因为战队的队长基于送葬者和毁掉负责的管制指挥官。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言，并没有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，但他所属的部队的管制指挥官大部分会要求更换负责部队或者退役，甚至有人突然自杀，说是被亡人的声音之类的纠缠。反正相比其他部队确实是有危险的，所以准将给了雷娜拒绝的权利，让雷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为精锐部队做管制指挥官是军人的荣耀，虽然军部大概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。谈话结束之前，准将提醒他以后不用再报告死亡人数了，既然所有人都当无人机上没有人，那战死者自然应该也是不存在的。雷娜还是想据理力争，被叔父轻飘飘地挡了回来。回去检查身体的时候，跟闺蜜吐槽了几句。阿涅塔也听说了指挥官自杀的事情，据说是用枪把自己的脑袋打飞了。他们研究员也接到过调查委托，一开始推测是知觉同步出故障了，但是因为人都死了，想调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只能从送葬者那边入手。对方只发了封报告书过来，同样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不过实际上被知觉同步左右情绪也并非不可能，因为要将大脑的一部分活性化，与毫无关系的人共享感知，能听觉同步已经是极限了。如果连视觉也同步，大脑会被烧坏的。所以管制指挥官这份工作也并非毫无风险。阿涅塔一直都想让雷娜退役来研究部，反正最多2年军团就不复存在了，不如早做打算。可惜雷娜她有自己的坚持和信仰，共和国最尊贵的大小姐竟然吃个蛋糕都这么兴奋，毕竟他们平时都只能吃到合成食物，货真价实的鸡蛋和牛奶，有钱也不一定能吃得到。结果在听阿涅塔讲自己和相亲对象的八卦时，雷娜还是不小心把泡芙给掉地上了，好好的泡芙就这么毁了。这个是86们见都没见过的，所以不能怪那些战士对雷娜恶语相向。有些东西没有经历过就表现出感同身受的痛苦，只会让人反感。雷娜最后一次指挥原来的部队作战，死了7位战士，她声音颤抖地跟那些战士们道歉，对面的战士却烦得不行，你那么难过，能不能直接来战场啊？雷娜无视男人的阴阳怪气，只说自己要调到另一支部队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任。然而那位战士觉得他说了一句，替我向死神问好。另一边，传说中的先锋队居然一派祥和，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，活到现在不知道见证了多少同伴的离去。他们是一群活在当下的人，不敢回头看过去，无法奢望求未来。只是没想到雷娜都能偶尔吃到的鸡蛋，在这里竟然是一盆一盆的往食堂拿，因为他们自己养了鸡。其中一个少年正在给强盛的管制指挥官画像打叉，第5任指挥官也宣布离任了，而被称为送葬人的星爷则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笔记。现在有人喊吃饭了才起身，大家嘲笑着昨天战斗时指挥官的丑态，但是很快新的战斗又来了。战士们驾驶着机甲和敌方真正的无人机殊死搏斗，战场上炮火连天，硝烟弥漫，一个没注意就不知道被从哪儿冒出来的无人机击中。早上还一起吃饭的同伴正在通讯信头喃喃着我不想死啊。等敌人彻底离开战场，星爷拿着枪走到那个同伴的面前，给了他一个痛快。同伴他依然是别忘了约定。结束后，星爷从一台机甲上抠了块零件下来，晚上在上面刻下了同伴的名字。就在这时，先锋队所有人都收到了雷娜的通讯联络，当然只有作为队长的星爷愿意理他，而他的表情没有丝毫笑容。结束完通讯后，星爷去了维修部，维修部的大叔抱怨他又把机甲弄得一团糟，他们的各种零件都已经见底，补解却支撑不来。星爷表示可以从死去的同伴久旧的机甲上拆零件下来，反正他这台机甲就叫送葬人，继承零件又何尝不是送葬的一种方式呢？星爷将刻了9条名字的牌子放进了盒子，里面已经攒了一盒子。
全都是他亲眼见证过死亡的同伴。他们给雷娜的画像是个穿着漂亮裙子的白猪。不否认这个新指挥官看起来是个正经人，但身为白银种，在巴六这些有色人种看来，他有原罪。毕竟当初巴六他们也是正常的国民，却因为一条法令瞬间沦为家畜一样的存在。第二天，先锋队的战士正在讨论着晚上不要开 party， 就突然收到了敌人来袭的预报。这次是组电扰乱型，雷达已经被干掉，大概2个小时后就会抵达这里。星爷立刻整队说明情况，他们称那些无人机为羊。现在的后方的群羊正在与最近的群羊汇合，大概率是补给，所以他们需要在前进的路线上设埋伏，直接在主干道接机。说完计划后，战士们就立刻出发。雷娜自然也要同直觉对他们进行指挥。虽然下命令的时候，星爷早就带着队伍把该做的做完了，无人机大军正浩浩荡荡的赶来，前排是斥候型部组一具，后面是近距离猎兵型和战车型，上面还飞了一群组电扰乱型干扰雷达。战士们一直在道路两边的废墟中等待时机。终于，随着星爷的一声开火，埋伏在上方的机甲瞬间发射各种炮弹。星爷有条不紊地给各个小队下达指令，大家也完全听从他的指挥，各小队配合得相当默契。敌方机甲正在不断的削减，突然星爷让所有人立刻散开，下秒上空就射下无数炮弹，这是长距离炮击型的轰炸。雷娜赶紧顺门来观测其推测的位置，星爷让其中一个队员前往，又提醒雷娜为防暴露他们战士的位置，作战时请只使用口头指挥，然后他继续确认敌军位置。雷娜表示明白，紧接着星爷单枪匹马冲了出去，在千钧一发之际侧身躲开了一枚炮弹，以神走位接近了前方几台炮机型，轻松将机体全部毁掉。机甲正在长剑划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哀鸣，下一秒就将前方机体的腿尽数斩断。星爷一个滑铲顺势转身，连开2炮崩飞2台机甲后，朝一旁的墙体射出绳索，3两下跃至上方，再从天而降跳到机机上贴脸开炮，转瞬间10几台机甲就毁在他的手下。妮娜总算见识到了传说送葬人的实力。当夕阳落下的时候，他们也结束了这场战斗。叶修人很好奇，为什么前面说这场战斗2年后就会结束？军部的历史课解答了这一点。在9年前，他们共和国收到了隔壁奇亚帝国的宣战公告，紧接着帝国的无人机军团进攻就开始了。后来军团暴走，他们推测帝国可能4年前就已经被自家兵团给毁了，而那些无人机的寿命被设定5万小时，将近6年。也就是说，没了帝国，他们现在只剩2年的寿命，2年后就会完全停止活动。接着，教授吹起了他们共和国开发的破坏神，写作破坏神，读作破铜烂铁。雷娜听不下去，直接起身开口，讲起了他们共和国真正的历史。其实，在9年前，共和国正规军刚交战半个月，就在军团压倒性的武力面前几乎全灭。于是，政府下达了2个决策：第一，设立85个行政区作为全共和国民的避难所；第二，执行战时特别治安维持法。而这个特别治安维持法就是万恶之源，它要求剥夺和白系种不同的头发和眼睛不是银色人的市民权，不将他们看作人类，直接送往85个行政区外的强制收容所进行隔离，并对其进行监视。后来行政区的白人种称呼他们为86，而他们被迫从事着将85区和86区隔开城墙要塞铁幕的建造劳役。建造完后，又被迫驾驶破铜烂铁和真正的无人机战斗。破坏神上是有人类的，只因为白系种不把86当人，才会称其为无人机。说到这里，雷娜无比愤慨，每次战争的惨烈讲给那些无知蠢笨的新兵们听，结果其中一个还要反驳他们不是人类，只是进化失败的人形猪。还有人问雷娜，你说你每天都和他们并肩战斗，那你去过真正的战场吗？